大家好，我是 iTalk 的 Edmond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全自动的咖啡机，包括商用、家用。等一下我们工程师会具体讲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常见的一些维护啊，然后我们这个机器适合哪些用户人群，还有一些常规的一些保养。机器我们收到以后就是通电，这是开机键，轻点它就会开机，出现这种页面。然后给介绍一下机器的部分构成，这个是豆仓加，这里是物料仓加咖啡豆的，上面有5档可以选择，不同粗细度可以来自己选择。然后这个是加牛奶的，里边是一个内置保鲜冰箱，加牛奶的是，然后水箱，1.5升的水箱。然后这是废料盒，这边可以装入废渣、咖啡渣。这是酿造单元，咖啡的萃取是横置的，可以取出来全身水洗的，可以放到水龙头上自由清洗。好，我们先加入咖啡豆。咖啡豆的豆仓是2美克，牛奶可以加入400毫，这里是400毫升的牛奶，牛奶400毫升，我们加入牛奶，加全脂纯牛奶。然后上面，这是取完渣盒以后，它会显示告诉我们是否倾倒了咖啡渣。我们如果倾倒了，点击 Yes， 这个页面它就会消失。好，上面有饮品，不同的饮品选择。第一页面有6种，第二页面有5种，总共11种饮品可以选择。先介绍一下屏幕上面是有5种，第一页是有6种咖啡可以选择的，Espresso、American、Long、Cappuccino、Long Black、Late Coffee， 然后上面是6种可以自由选择。然后这个是 WiFi 图标，这个是预热清洗一下，这是奶杯是否在位、缺奶提示和牛奶放置时间过长，我们会有黄色变成红色，红色也是牛奶放在里面超过24小时以后，它就会告警成红色，说明牛奶已经失效了，我们就把它更换掉。然后下方页上面也是有5种饮品可以选择，可以单独制作奶沫，单独可以制作热水。然后这边是设置里面第一栏是咖啡设置，可以根据你的使用需求来选择粉多少，然后杯叶量的多少，一档是30，二档是50，三档是70，这样选择。好，温度进度条也可以选择1档温度、2档温度、3档温度。然后美式也是同样的原理，美式多了一个热水，水量的可以选择，也可以把它选择关掉。这就是常浓，常浓的话，它就是相当于浓缩的大杯。这是大杯美式，原理是一样的。然后卡布奇诺会多了一个选项，这个是牛奶的选择，因为有部分是奶沫不受，可以选择把奶沫关掉，然后选择纯牛奶也可以的，或者是你不需要纯牛奶，就把牛奶关掉，选择奶沫，这是奶沫的多少选择。1档我们有3档可以供选择，然后后面是奶咖的，都是类似如此。然后选择完返回键，这个是奶沫的设置，这个是保鲜是否打开。如果是这种蓝色雪花状，是表示制冷已经打开；
它有制冷状态。关掉，这就是制冷关掉。然后这就是保鲜温度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温度。啊，这是奶沫粗细度的选择。好，这样选择。那设定好以后返回键。啊，这清洗选择，首先是奶沫清洗，可以选择一下量子大印清洗，然后除垢。声音选择可以选择把它关掉。啊，语言选择，这个是飞户出厂设置。当用户我觉得使用过程中，如果说设置混乱了，他可以选择点击它，选择 Yes， 就是一键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设置，不用担心自己设置匹配错误，然后导致影响口感不同。啊，这是杯数统计。啊，这返回键。那我们先做一杯浓缩咖啡。这杯浓缩30毫升。再做一杯美式，再做一杯美式。做完奶咖以后，它会出现一个这个页面。如果说我下一杯还做奶咖，那我就不需要点击清洗了，就直接返回。如果说我做完奶咖以后，它没有，我还是没有选择连续做，但是我也点击清洗了，它过了一定时间以后，它会选机器对强制清洗。如果说我就是选择默认选择清洁状态，那么我做一下清洁。它会对奶露进行冲洗一下，把管路里面和出奶口的奶渍会冲下来，这样它一定时间以后它就不会强制清洗。我介绍一下豆仓，我们豆仓可以有5档粗细度可以选择，1档是粉末是最细，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，5档是粉是最粗，可以这样选择。我上面有小豆表示细，大豆表示粉粗。然后在使用过程中，如果我们遇到光磨豆不下豆的处理方式，或者东西异物卡进去，我们需要把纤维螺栓取掉，借助一个1字螺丝刀平口的把它纤维取掉，然后这样往这个小颗粒方向旋转，旋转到最粗，旋转到 clean 区，可以看到 clean 区可以多选一圈也没关系。这样旋到 clean 区以后，来点击一杯制作，它豆子会把里面的异物或者是潮豆挤下去，
挤完以后能正常磨空了，豆仓里面磨空以后，咖啡豆磨空，我们再把它旋回去，旋到你旋不动为止，然后这样已经旋不动它了，任意数字对准这个刻度线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把纤维螺栓装回，然后放入少量咖啡豆，试做一杯，看一下咖啡粉的粗细度，来评判是否合适。我们这款机器为什么定位为轻商用？首先，我们从内部的构造，这款机子采用2款即热式的加热体，我们这个加热体会比常规的会家用的加热体会更大一点。它的内部是由2根1.5米长的2毫米的不锈钢管绕制的，常规的是1.2米，长了30公分。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保证供热持续性更稳定，然后加热速度更快。这是加热体这一块。第二就是研磨这一块，我的研磨上面采用了铝散热，能保证把的热量及时带走，电机的持续工作更加稳定。还有一点就是磨豆，我们采用的是直落式，这样残留粉会相对少很多。这是2点。再往前面看，就是我的冲泡也是核心部件。我的冲泡位采用的是内部是采用不锈钢设置的，我可以拿出来给显示一下。第3块就是我们的冲泡，我们的冲泡位全部采用的是不锈钢嵌件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然后可以看一下，这是食品级不锈钢，这也是不锈钢，这个也是不锈钢。我们冲泡原理是这样子构成的，咖啡粉是在这里面落到这里面，然后萃取，这样保证无有害物质散发，能保证温度的持续性，口感也更加好。可以看一下内部，这是冲泡位，冲泡位在这里面，粉落在里面，在里面冲泡。这是我们作为轻商用的定义，也是选择它的理由。定位于轻商用，还有我们这个大容量的渣盒，我们默认倒渣提示是15杯，可以连续装15个大渣饼，可以看一下，连续15杯，不需要频繁的倾倒。这是我们的大容量渣盒，所以这样对于轻商用来说，每天下班只要倾倒一下，这个很简单，不需要频繁的倾倒。然后日常使用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几点就是，全自动需要清理。首先我们把废渣盘取掉，冲泡单元大拇指压着这个保险销，然后手指扣着这里，单手操作往外拉，这样轻轻的就可以把它取出来，然后可以全身水洗的放到水龙头上对它进行冲洗。好，我们把它取出来放到水龙头上进行全身冲洗，就是这样。首先冲洗这个萃取腔，还可以深度清洗，用手旋一下，把这个酿豆塞退回去。可以看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，这样换下刮渣板，这个是推渣板会出来，然后把后面也冲洗一下，包括这个推残渣的粉，这样就冲洗干净了，上下都把它冲下。就这样可以了。然后冲洗完以后，直接放到机器里面，不需要把它擦干，因为这款设计就是水润滑的，就直接放到机器里就可以。我们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下粉轮道清理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每台机器都会带一个试管刷，像这样放到里面，把它刷一刷，把里面的残粉刷掉。也可以用手把它旋下来，手捏着这个通道，然后往你的这个方向一旋，然后取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用试管刷把里面刷干净。刷干净以后，再把这个上面基粉都把它刷一刷，这样能保持机器的干净。把它这样装回去就行了。手往反方向，往你的这样右手大拇指方向。
一扣可以了。我们建议就是每制作50杯以上，建议取下来清理一下。我们先把下粉灯道取出来，然后试管刷或者纸巾把它擦干净，然后再用刷子再把这里面这样的刷一下，然后把它放回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制作奶沫的时候，如果出现奶沫喷溅、奶沫绷不住或者只出蒸汽，我们通常的处理方案，第一，检查一下这个奶杯是否装到位，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否装平。您可以检查一下这个位置是否装平。第二，这个奶泡器是否装到位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取下来看一下，双手捏一下，然后往下拉。检查一下这个是否有装到位，然后鸭嘴阀是否在位，这个红色的鸭嘴阀配件那里我们都会放的，看一下它是否在位。这款有2款可以选择，第一，外接桶装水的选择，这个水管放到桶装水里面。第二，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没有这个外接桶装水，可以选择水箱加水。可以看一下，水箱加水，这是第2个选择。一，外接桶装水，2，水箱。这款机子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有2种净水方式选择，你首先要明确你需要的是哪一种。一是水箱净水，第二桶装水净水。当您确定以后，你和采购的时候，你明确标注出来，我们就会按照你的需求来制作，是桶装水的还是水箱的。我们这款机子机器裸重是11.3千克，然后机器的功率是1480瓦。我们7系列总共有4款，一入门版黑咖机，纯黑咖的；升级版就是蒸汽感，可以一键拉发卡布的。第3款就是外接奶罐，外接吸奶管的这款。第4款就是内置保鲜冰箱的。7系列总共4款机型可以供选择。